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全球晶片设计巨头高通正启动一场脱胎换骨的大转型？过去大家总把高通定位为手机处理器大厂，但他们在2026投资者日抛出震撼承诺，预计2029财年非手机营收将冲上400亿美元，并发表 Dragonwing 资料中心 AI 平台正面迎战市场。然而，面对如此亮眼的蓝图，高盛却在最新报告维持中性评级，警示股价底层的竞争压力与下行风险。为什么高通开出超预期支票，华尔街却依然冷静？这场高通、NVIDIA 与 AMD 的 AI 算力大决战，谁能笑到最后？高盛报告指出，高通在投资者日上展示的 AI 导向资料中心战略与新的财务目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高通将2029财年的非手机业务营收目标从先前的220亿美元大幅上调至400亿美元，并宣布2027与2029财年的资料中心营收目标分别为50亿与150亿美元。然而，高盛依然对高通维持中性评级。高盛的核心观点是 CPU 与加速器市场的竞争烈度极高，高通需要拿出更多实质的执行力与订单落地的证据，特别是注意相关硬体在资料中心市场的营收实际贡献时点。目前盲目追高仍需保持谨慎。我们来细细拆解高盛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大幅上调的财务目标。高盛指出，高通将2029财年非手机营收目标大幅调高至400亿美元，其中资料中心营收预计在2027与2029财年分别达到50亿与15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大型云端服务商的早期订单。华瑞认为，营收目标近乎翻倍，代表高通正将成长引擎从饱和的手机市场加速切换至高成长的伺服器与 AI 算力板块。若能顺利达成，高通将成功转型为全站式 AI 平台。其次是 Agentic AI 驱动的技术路径。高盛指出，高通资料中心战略立足于智慧代理的爆发，预期到2030年，每笔查询的 token 消耗量将暴增1000倍，整体 token 需求增长达40倍。为此，高通推出整合自身 CPU、加速器与客制化晶片的 Dragonwing 解构式平台。华瑞认为，高通巧妙避开了与 NVIDIA 在大型训练晶片上的正面肉搏，转而主攻更注重能效与即时反应的推理与边缘运算。这是一次聪明的差异化卡位，利用其省电且强大的架构，切入急需控制能耗的资料中心深水区。第三是高盛维持中性评级的竞争担忧。高盛指出，虽然高通蓝图亮眼，但 CPU 与加速器市场竞争极其残酷。目前该市场由 NVIDIA 绝对垄断，另有 AMD 等老牌强级以及云端巨头自研 ASIC 晶片的排挤效应。华瑞认为，这正是高盛最理性的防线。愿景与实质获利之间存在着漫长且具不确定性的执行期。在拥挤的赛道中，高通能否如期在2027年兑现50亿美元的营收，才是估值重估的实质考验。华瑞认为，市场最易忽略的是高估值与营收贡献的时间差。高通调高的400亿美元非手机目标远在2029财年，但股价已提前反映乐观预期。事实上，在2027年之前，手机晶片业务依然贡献了其大半利润。若手机复苏不如预期，且资料中心新业务发酵较慢，高通在未来2年恐面临青黄不接的过渡期。这种时间差上的落后，正是高盛警告潜在股价回测与下行风险的深层原因。面对高通的 AI 资料中心雄心与高盛的理性警讯，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选配置？华瑞认为，投资人需要重新思考2个配置维度。首先是防范高估值半导体板块在转型过渡期内的震荡风险，不宜因为单次投资者日的乐观指引而盲目满仓，应战术性的分批布局。其次是将高通与主要云端服务商的实际客制化晶片合作案以及 Dragonwing 平台的实际出货进度作为观察其转型成效的试金石。总结来说，高通这份报告为我们展示了其调高至400亿美元非手机营收背后的 AI 野心。Dragonwing 平台的推出代表高通正式向伺服器战场宣战，但高盛的中性评级也给了我们最清醒的提醒。在充满竞争的 CPU 与加速器狗海中，执行力与营收落地的时点才是检验泡沫与实力的唯一标准。在全新的科技配置时代，看懂愿景背后的竞争难度，才能在波动中做好资产防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